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今天咱们解決一下粗粮饅頭為什麼總是做的不夠鬆軟。今天就給大家分享幾個技巧，讓大家做的更簡單。這第一條的關鍵呢，就是配面。咱們白面放多少是要根據粗糧的細的程度來算。如果這個粗糧比較粗，這個顆粒呢就是比較大，這時候呢它裡面肯定沒有筋，咱們就要多加白面，這樣才能做得更細膩。如果這個面更細呢，咱們就可以稍微的減一點白面，哪怕是1比1，這樣也可以保證咱們做出來的面食口感會比較細膩，不是那麼粗。假如說咱們這個面呢是比較粗的，如果說配這個白面比較少，這時候它的口感就是硬實的。尤其是剛出鍋之後，大家摸着還是比較軟，稍微晾凉之後呢，它就發硬了，這就是關鍵，就是粗糧太多。第二個關鍵呢，咱們需要把這個面完全的混合均匀。尤其是顆粒比較粗的，如果扎堆的話，那一塊它的口感就不一樣。第三個關鍵，放酵母，這個量寧可多不能少，只有這樣才能讓整個面團裡面的氣體變得更多、更蓬鬆、更膨脹。下一個關鍵就是水量，咱們這個粗糧呢吸水還是比較強的，再加上白面，它總共的吸水量就會加大。咱們不能像平常一樣用1半的水去和这種面，咱們需要多加至少10到30克水左右，才能保證這個鬆軟度包括狀態是比較好的。咱們今天準備的是300克中筋粉，然後加上玉米粉是150克，我配的水量是260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在揉面的時候呢很輕鬆，就能把它压下去，這個硬度就比較好操作。下一步呢是關於發酵，咱們這個面呢寧可發過，不要發的欠缺，這樣才能讓裡面的白面筋充分的發揮作用，做出來也會有口感。大家可以看這個粗糧面發好之後呢，咱們像這樣看到裡面是成這樣的塊狀，像這種狀況只說明一點，咱們粗糧的量偏多了，因為它顆粒比較粗。如果想讓它口感再細膩一點，就要再多加白面。大家可以看，咱們像這樣一揪就斷，這就說明它裡面的筋不夠。想要改善這種情況的唯一方法就是再多加白面來配合就可以。下一步就是揉面，大家要注意時間也不要長，因為它顆粒比較大，你揉的時間越长越緊實，發酵的效果呢就會失掉。所以簡單揉一下，咱們不管是做甜的還是做鹹的都可以直接操作。咱們今天做的是個鹹的，咱們稍微抹上一點油，然後呢把它全部抹均匀，再根據自己的喜好去添加味道。為了保證這個味道是匀的，咱們需要拿住一頭，把這個面折過來，然後再開始卷，卷的時候卷緊。卷好之後，根據自己的要求去把它搓細。再下一步呢，咱們直接把它切成刀切，或者是揉成馒頭。如果揉馒頭的話，大家要記住時間千萬不要長。接下來大家需要注意，二次發酵和第一次發酵一樣，寧可多發一會兒，不少發。這發好以後呢，同樣的檢測方式，咱們用手像這樣一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回彈比較明顯，這和咱們做其他馒頭一樣。做好之後直接擺上蒸籠，然後把水提前燒開，改成中火，蒸的時間要比白馒頭多個3到5分鐘，這樣可以保證裡面完全熟透，鬆軟度達到最佳。稍微晾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咱們捏的時候呢非常的蓬鬆。另外大家要注意，這個馒頭出鍋之後呢，不要立馬把它按扁，那樣它很容易起不來。以上就是做杂粮面食的一個關鍵點。好了，視頻就到這裡，咱們下期再見。